还有右这边的荧幕前的帅哥美女，大家好，我是 Ryan。今天我们来看 Chery 最新推出的 A Plus SUV， 也就是我身后这两辆 Tigo Cross。在我们还没有正式看今天的主角 Tigo Cross 之前先让我们来看两款即将在年底要推出的 PHEV 车型，也就是 Tigo 7 PHEV 以及 Tigo 8 PHEV。首先这个 Tigo 7 Pro PHEV 它的外形设计可以看到它的头灯组两个 J 字形的这个造型设计呢，好像似曾相识哦。这个 J 字形的造型设计不是 Tigo 8 Pro 现在的头灯的造型设计吗？很相像哦。再来搭配了这个中网，加上在旁边呢，它也做了一些改变这个 PHEV 版本的看起来好像比较 saki 一点。然后就是我们也看到它的车尾灯造型设计哇，这个车尾灯造型设计好像也是比现在的 Tigo 7 Pro 来的好看比较有那种冲击感整个的感觉。在这个内饰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中间的排挡杆换成了一个水晶式的排挡杆，这个造型设计我觉得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好看，比起现在的来的比较高档一点。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排档的方式呢也做了一些改变它的 P 档是采用了 button 的 P 档，但是 R、N、D 呢都是采用了退档的方式来进行进档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右边呢有两颗的 button， 也就是 EV 跟 HEV 的 button。至于它的 meter 的陈列方式呢，也是做了一些小小的不一样的改变但是基本上它的内饰的改变就没有太多了。看完这个 Tigo 7 Pro PHEV， 现在在我身后就是 Tigo 8 Pro PHEV。可以看到这个 Tigo 8 Pro PHEV它的外形设计也有做了稍微的改变可以看到它的头灯设计也换了一个新的 design， 然后中网我的印象中呢，它的中网的 design 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在左右的部分也是做了一些细节的处理。至于车侧的部分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它的 door handle 采用了隐藏式的 door handle。用这样子的 door handle 来讲我觉得它可能是为了降低这辆车的风阻系数But 它的后尾的 design 就没有做太多的改变尾灯组的设计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好像是在下面的 bumper 做了一些细微的处理。至于它的 interior 来讲的话，这个 Tigo 8 Pro PHEV 它整体的 interior 就做了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可以看到中间的萤幕也不像之前一样是采用了双联屏的，中间采用了一个长屏幕，再来 meter 来讲也是采用了一个比较小的长屏幕。这样子的整个的布局来讲的话，就比较偏向这种电车的布局。然后我也发现到这个 steering 好像似曾相识怎么这个东西好像也是在 J7 PHEV 上面看到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Tigo 8 Pro 它的 interior color 也从红褐色变成了全黑色这个 color 我喜欢，但是上面的天窗呢就被取消掉了所以不管是 Tigo 7 Pro PHEV 还是 Tigo 8 Pro PHEV， 他们的 hybrid system 都是跟 J7 PHEV 是一模一样的。毕竟同个 family 出来的东西，大家共同使用是比较省钱的嘛。所以这两款车呢，它的里程数都是可以达到满油满电1300公里的。至于最大的影响因素，我个人觉得就是车重可能会影响多一点或者少一点所以以上这两款车就是今年 Chery 在2025年年底即将会推出的两款 PHEV 车型。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角，也就是 Tigo Cross。Tigo Cross 在中国叫做 Tigo Flow， 但是进来马来西亚呢，则是换成了 Tigo Cross。感觉像 Cross 这个名字好像比较有那种越野都市 SUV 的感觉当然，这辆车它的最大的竞争对手也就是 WRV、Ativa 这类型的 A Plus segment 的 SUV， 所以它的尺寸并不是很大。这样子目测来讲的话，感觉上好像是比 HRV 来的小一点点。所以它整体的外观设计来讲，也是采用了他们的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可以看到它中间有硕大的中网，再来就是菱形式的点状设计，很修长的 LED 的头灯组，再加上呢，在左右有两条非常明显的 daylight。哇，这个造型设计一眼看下去，你就可以认得出这是一辆 Chery 的车款至于它的车侧设计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没有太多的惊艳感，基本上跟其他的 SUV 都大同小异该有的东西都有，像360的环景显示，
然后 brake caliper 呢也是采用了红色的 brake caliper。再来就是它的铝圈采用了一个17寸的铝圈，轮胎尺寸是215/60 R17的轮胎。当然有一点我不太喜欢的就是它的 LED 尾灯烂大街的贯穿式的 LED 尾灯。只不过这个造型设计有点像刚刚我们看到这个 Tiggo 7 Pro 的 PHEV 它的尾灯的造型设计啦，是比较有纹理感的。然后打开这个尾盖，可以发现它竟然没有 Power Tailgate， 是给你手动开启这个后尾盖。至于它的尾箱空间来讲的话，并不大。对于一辆 A Plus segment 的这个尾箱容量我觉得还算是 OK 的。重点是它的这个后排椅子也是可以倾倒的。如果是说今天你要载比较大型的东西来讲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啦。但是我有发现到这辆车它竟然没有 spare tire， 因为今天这辆呢它是一辆 hybrid 车，所以它是没有 spare tire 的，应该是配给这个排机啦。作为一辆 A Plus segment 的 SUV 来讲的话，这个 Tiggo Cross 它的乘坐空间会小吗？我个人觉得并不会哦。刚刚我有叫人把这个前座的驾驶位置调成正常的驾驶距离，可以看到我的膝部空间还有蛮多的空间。但是这个椅垫呢，我个人觉得就偏短了一点可以看到我的腿部空间有蛮明显的镂空状态。但是讲回来这是一辆 A Plus segment 的 SUV， 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要求跟 C segment 的 SUV 一样那个椅垫长度长长的可以把整个大腿支撑到完，没有办法，空间有限，所以就将就一点当然这辆车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说今天你要坐5个人来讲的话确实这个后尾的空间会比较局促一点如果是说今天坐4个人，这个空间感我觉得就刚刚好。再来这个乘坐体验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进步的地方，就是它的椅背倾斜角度。这个椅背倾斜角度呢，我觉得就偏直了一点，坐起来有一点不太舒服。但是好在头部空间是比较充足的，所以这个压迫感也会比较少一点。好，来到这个 Tiggo Cross 它的前座首先这个椅子坐起来感觉确实它的发泡棉我觉得还算是蛮舒服一下的。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缺点，就是它的椅垫也是比较短了一点，对于腿部的支撑还是有点不够充足。再来就是这个 Tiggo Cross 它的 dashboard 用料有一点惊艳到我怎样讲呢？刚刚我有听到一些高层人士跟我讲，这辆车它的预计售价会在8万块以内啦。哇，8万块以内，它的 dashboard 用料竟然还是软皮革材质像这样子这个价位的 B segment 的 SUV还是 A segment 的 SUV或者是 sedan 车都好，通常都是 hard plastic 用料。可是 Tiggo Cross 以这个价位再加上这个软材质的用料，真的是让我意想不到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 meter 这个就是整个并联式的 meter 啦这个 meter 来讲看起来就是比这个 Omoda 5来的小，但是对于一辆 A Plus segment 的 SUV 这样的荧幕这样的 meter 我觉得算是够用啦。再来我也发现到这个 Tiggo Cross 有一点做到非常好，就是像之前我们时常有 complain 这个厂家不管是外国厂家也好，或者是本地厂家都好，他们为了省 cost 把这个实体按钮直接 built in 在这个中间的主机里面，造成了我们在忙操作的时候，一边驾驶一边要操作的时候就非常的麻烦，要调动那些按钮就有点影响到我们在驾驶啦。但是好在就是这个 Tiggo Cross它有一点做到非常好，就是它有把很多的按钮做了实体的按钮，比如音量调节冷气的温度调节、风量调节，甚至是吹哪里角度比如你要吹前面吹脚，这些按钮它都有做了实体按钮。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可惜的地方，就是它的中间这个 center console 呢，加上这些按钮都是采用了 piano black 的 material。So 这个 material 来讲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是很容易留指纹的啦，所以定期清理真的是非常重要啦。在动力输出方面 ，Tiggo Cross 有2种动力配置，一种是 1.5 4缸涡轮增压引擎，搭配了6速的 DCT 变速箱，可输出最大的马力为147 PS 以及210牛米的峰值扭力。官方的油耗数据为 6.3 个 L per 100 km， 在51个 L 油箱满缸的理想情况，可以行驶809公里。另一种就是 1.5 NA 4缸 Hybrid Engine， 搭配了 BHT 150 Hybrid 专用变速箱，可输出综合最大马力为204 PS 以及310牛米的峰值扭力。至于这个油耗数据呢，官方的数据为 5.4 个 L per 100 km， 在51个 L 油箱满缸的理想情况，可以行驶944公里。至于他们的油耗数据表现是否有如官方的数据这么亮眼呢？就等到实际推出的时候再做一个长途的油耗测试，
分享给观众朋友吧。好，基本以上就是这个 Tigo 7 Pro PHEV、Tigo 8 Pro PHEV 以及 Tigo Cross 这3款车型的大致介绍啦。对于这3款车我个人觉得影响最大的肯定就是 Tigo Cross。讲讲呢，现在在马来西亚8万块的车型就有 Honda City Toyota Vios Honda 的 WRV， 但是这3款车型采用的 engine 都是 1.5 NA， 而 Tigo Cross 它采用的是 1.5 Turbo 的 engine。很有可能正在考虑入手这3款车的买家，因为这个 Turbo 的关系，反而选择考虑入手这个 Tigo Cross。当然这个只是我的猜测啦。不知道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你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OK 啦，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